哦，看到，小心头。好，我开麦喽。好。OK， 时间是晚上的8:01，在今天晚上的奈玩 DJ 节目时间当中，坐在我旁边的他是好久不见，然后现在已经是身份多元的严老板了，欢迎严亚伦。Hello， 各位听众们，还有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晚上我们在 YT 上面，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Hito Live 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看一下哦，可以一起看起来之外呢，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待会也会在找时间，然后跟严亚伦好好的来互动。恭喜发片，感谢。新的专辑一定是每一次听一次、介绍一次就要解释一次什么叫做 Ikigai。Ikigai 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词。它其实，在那个日本的哲学里面呢，它后来被研究说，如果有 Ikigai 的人呢，通常会更长寿、更健康。哎呦！Ikigai 其实前几天我们的小姐姐跟我在问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解释给她听，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在你会不会觉得在中文里头没有一个单字？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它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每天让你起床的一件幸福的小事。对，它不能是大事哦。不能是大事吗？呀，比如说大事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小巨蛋。但是小事，比如说，理解，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戴上我喜欢的变色片的隐形眼镜，我要去让很多人看到我新的颜色，这种的小事情，对，或者说之前那个徐若瑄Vivian 姐，她有代言一个牙粉，也叫 Ikigai 对。然后她的宗旨是每一天起床，我要把我的牙齿刷得白白亮亮的。这一件小事，现在就是联合代言的概念。没有。但对所谓的 Ikigai， 我觉得就不是像什么小确幸这种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是确实是小小的事情，对，然后能够成就说在生活当中变得好像很充实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一次发行的专辑，而且是相隔这么久，然后用 Ikigai 这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来去导引？那如果说真的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可能非常需要Ikigai，让我愿意起床，让我愿意走出房门，让我愿意踏出这栋大楼，然后去接触人群，呼吸空气。也许在做歌词或者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不管是珊妮老师或是葛大，他们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小事，让我每天可以持续愿意再去写歌，再去做日常的事情的话，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这张专辑。也许是这个角度。这样讲也对，就把它套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的那一部分。因为我发现，当艺人，虽然我已经觉得我够贴近生活，但是这几年其实我才发现，我其实离地面还蛮远的。就是你有象牙塔的概念吗？有吗？我觉得我还是有在泡泡里，然后一直到这几年生活给我的这种提示啊，或是朋友之间愿意分享他们对我的看法，我才觉得原来我还是比想象中的更有一点距离。这个我好想要好想要知道说，那好，那这样讲，你觉得你举一个例子好了，当你觉得说，我其实好像还有一点象牙塔，或者我好像觉得有一些离地面的是会是小事吗？还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抽象的事情？有两个层面可以聊，一个是当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是老板身份，然后呢，在做老板的时候，跟不同的产业在沟通聊天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你们艺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都被照顾得很好啊，你们艺人不懂啊，你们艺人会来吃这种东西所有一切，我都觉得，没有啊，我也觉得吃卤肉饭或吃一些他们觉得就说很在地的，对，比如说像水源，在高雄的水源羊肉炉，OK， 然后他们觉得你这个你吃的习惯，我说可以啊，很好吃啊，然后我才会觉得说别人眼中的我，别人眼中的你啦，还有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并不会去特意找这些。我吃的都还是属于我自己习惯的这些东西，养生健康。对，但是我会发现，原来其实很多美食藏在
我们身边我并不知道。对，然后我因为这些朋友带我去吃，我认识了他们，然后我也觉得好好吃哦。然后演变成我感受到其实我应该离有一些人的生活很远所以那个是有一点点是大家对你的印象的感觉，然后综合起来，综合在一起这样子。像买演唱会的票也有，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最近买了哪什么演唱会门票？我在看别人抢票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群人就是会聚在一起说时间要到了，然后准备要征战了。对。然后我就很傻眼，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对，这么担心说转会不会转不过去？对，然后大家还愿意就是一起，然后努力的在那个同一个空间里面说，你有抢到吗？因为对我来说那很远，但对很多人来说 ，even 是我们身旁的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在参与这件事。对，没错，确实啊，对啊，但艺人不需要，有时候我们只要。也不要太夸张，就好像是走进去就可以了，也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但老板不一定。对，没有啦，打声招呼，也许他们就会让我们进去。对，确实这些同样的也是生活当中的，其实是微小的事情。好，所以这就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对自己的对炎亚纶这一个人，你会有更多的认识，不管是别人眼中的你，或你自己的感慨跟印象。你的朋友看你跟你自己认为的自己有差距吗？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一模一样。我也觉得我一模一样。但是我这一阵子就是这一年经历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变化，对，让我觉得我很多的行为好像不被朋友理解。比如说行为，比如说我太过于专注在工作上的时候然后没有时间去照顾到朋友的情绪的时候，我会被认为说其实他没有很喜欢我们这些朋友，或者他对这些朋友没有很在乎，没有很上心这样子。对。但是老实讲，如果说，因为你刚刚的前提是说，当你投入在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今天的炎亚纶是投入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没有什么时间或精力来去照顾我的情绪的时候，我不觉得说这会是一个，但没有人理解你有多忙。真的，连艺人朋友们本身，他们觉得艺人不就是那样吗？但当我多加了其他的项目进来的时候，经营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第一个，有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要让自己这么累。第二个，重要的节日难道重要的节日难道你不会花一点心思去记吗？对，我要讲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就是其实像我们自己办生日会啊，或是每次生日要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精疲力尽。我们甚至在颁奖典礼完，我们也精疲力尽。对，当然我们知道身边很多好朋友恭贺我们，或是在节日的时候祝贺我们，我们也很想回，很想要一个一个好好的回。我懂。但是回到家，当一切压力没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空壳，一滩死肉的感觉，对不对？你的灵魂是被 suck out，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回每一个重要的朋友。但是这样长期累积下来，因为我从20岁，从19岁就当艺人了。你这样讲，其实久而久之会累积一些不被理解的声音。但譬如说，在这集是上线的是昨天，是不是？你的那个上一篇跟那个唐老师今天嘛，今天上线的，那老师不是也给你的一些分享嘛，一些建议嘛，就是该放手的，是不是？唐老师是怎么讲？就是该可以让他过的就让他过嘛。他觉得就是这一年的星象就是会遇到这件事，天蝎座尤其是，然后他觉得有些关系确实可以先放着，勉强不来，也不用就是好像就去否认他或否定他。有一天也许回过头来，就像分手的人一样啦。有的时候你会以为再也做不了朋友，但殊不知缘分就这么奇妙。明明就是很熟悉的两个人，所以后来又成为朋友。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或者不能理解的部分，对，或许真的要你说用冷静这个字来形容也好，就是双方先冷静一下，或者说用不同的，也许某一天那个开窍的时候到了， cool down cool off 的时候，然后彼此也都成长到
不同的阶段，也许又会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聊音乐的，是吧？啊，对啊，我们今天是要聊专辑的。但是因为 Ikigai 本身，对，它也跟关系很有关系，不管是朋友、同事、家人，或甚至是毛小孩，相处上面，因为一个关系也可以成为 Ikigai，对吧？对啊，没错。因为你把就是我会是你的那个怎么讲意义所在之类的，好像这样子的感觉。像我有一阵子真的很难进入到冷静跟想睡觉的状态，但是我家的猫就会就喊我上床，他就说要不要睡觉，要不要睡觉，然后我会每天因为他准备要睡觉，我就不得不放下手机，或是我很烦躁的情绪，对，跟着他一起睡。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Ikigai， 因为他就是他这个是一种那种体贴的展现嘛。对对，即便是他早上7点钟就要在门坐下，然后一直喵喵喵要我开门，对，因为大概8点就会下饲料。因为你用的是自动款的那种，对不对？电动的那一种，自动放料的那种。其实他明明自己可以开门，他就是硬要我开。好难哦，对，好难哦。所以这种也是一个 Ikigai， 这也是一种 Ikigai 的所在。你有宠物吗？我是没有，但是我很能够理解，常常听到大家讲这一类的这种故事的时候，对，也就是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现在有点害怕，有想要进去又不敢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你想要有毛小孩，但不敢。对啊，就觉得是一种不能说是负担，但是就是一种承诺啊。你想象过你拥有的是猫还是狗吗？我觉得会想要狗。那狗会是大型犬、中型犬还是小型犬？我觉得是你现在在访问我，因为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中型犬啊，所以像 Shepherd， 像柴犬那种，或秋田犬秋田犬算中型吗？算吧，应该算大型了。但因为你跟我的身形相比，我觉得那个算中。你蛮适合是养大一点的。对啊，对，就绝对不会是小，就陪我去运动的。你知道我前阵子离开的狗狗，它活了20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害怕的点啊，就是你投入了那么多，然后你会害怕说要迎接碰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然这就是一部分嘛，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作用，是让每一天很想快很准的生活 tempo 会因为它停下来。有一个休止符或是一个4拍的停止。等一下，那你这几个不同的宠物都可以让你停下来吗？会因为它是物种的不同，然后有不一样的步调吗？不会，都非常的愿意为他们停下来。其实我前阵子猫咪也才刚经历心脏病，然后我本来对它就是雪宝没有那么投入跟亲近，原因是因为它蛮凶的，所以我每次要 pet 它的时候，我大概 pet 3下它就开始咬我，所以我那时候满身伤痕这样，然后觉得好吧，那我们就维持一个相敬如宾的关系好了，就殊不知一次的身体不舒服改变一切。我在探访时间，我是刷脸说让护士多让我待15分钟，拜托，因为我是每天进去就哭一直哭，然后那个雪宝可能也因为看到我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跟我非常黏。哇塞，这种故事好有趣哦，就是对啊，好，我们先准备要来先进广告。广告的时候，我们也继续的再多聊一聊，然后包括了我们歌迷朋友们今天的留言，我们待会来回一下。好，今天晚上我们待会继续来跟炎亚纶来好好的聊音乐，聊生活。